怎么有2个坐标啊？因为有2伙人，这个家伙一定是之前阻止我调查刘天辰、删除咖啡店监控录像的那个人。告诉老大，一定要抓住他。好。喂，老大，现在有2个坐标，一个靠近市中心，另一个靠近海边。你打算去哪个？马基怀疑，其中的一个应该是阻止他调查刘天辰的神秘高手。马基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？他不确定，要不然你赌一赌。那我去海边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嫂，哎呀，行了。计划进行的怎么样？查出来是谁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他们原本已经中了我设计的病毒，我也可以操控他们的电脑，但没想到最后，他们竟然摆脱了我的控制，就差一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？谁这么厉害，连你设计的病毒都能破译？你看这儿，第一轮与我交手的只有1台电脑终端，而我的电脑显示刚才控制了2台电脑终端，所以这背后一定有个高手在监视着我们，并且在最后关头破坏我们的计划。强哥，你们3个先出去。怎么样？文件到手了吗？强哥，根本就没什么商业机密资料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书。竟然有个隐藏文件夹，还是个病毒。我看韩元仓那个老东西，是不是放了假消息啊？我看你就是个废物。我们差点还被发现了。这个马戏太狡猾了，竟然控制了我的电脑。那到底是被发现还是没有被发现？那倒没有，还好有个神秘人帮我解除了控制，要不然……闭嘴！说他妈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们只能尽力去搞。刘天辰，我要的不是鉴定，我不希望我郑成强手底下全是他妈一帮废物。如果你他妈再失手，你就可以在天海消失了。大哥，把妖妞给我呀！云世彤的机密资料了吗？我让这小子专门去了一趟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机密资料。会不会是韩元仓那老小子摆了我们一道？这个韩元仓。
马基，这次谢谢你了。至少通过这次事件，让我们知道幕后有一个神秘黑客的存在啊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先准备下一个计划，我们一定要将那个人揪出来，好吗？对了，这件事情先不要外泄出去，以免打草惊蛇。知道。说你的，别说出去。哎，行了，你也说不出去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大，放心吧。怎么样，抓到了没有？段飞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过来一下。你没受伤吧？我累了，回家吧。哎，我跟那个柳峰……我知道，虽然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柳峰比我更了解你，对吧？走了。先走了。韩元仓，你不是说云世彤手上那份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商业机密？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都是他亲口在董事会自己说的，我们都被骗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我的人差点被云世彤查出来？就你找的那个刘天成，要不是我保他，他早就被红顶检查组的人给揪出来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别互相推了。一个提供假线索，另一个他的手下尽是一群饭头。这次行动要不是我找麦正龙在背后支援，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了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善后，想想怎么把影响降到最低吧。我这边倒没什么，我自己人倒是没有牵连进去，就算查也查不到我的头上。不过荷兰恐怕要暴露吧。看来刘天成还得留着，后边还有用他的地方。总之啊，下一次千万不要搞砸了。红顶、云家，一定要让你们身败名裂。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的话就不送了。没用的东西。菲菲，你是不是把这个落车上了？哦，幸好你看到了。哎，你说那个黑客高手到底是谁呀？我不知道，不过他应该不简单吧？你在这干嘛？没什么。没什么奇奇怪怪的。
莫扎特的这首曲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。你要是喜欢，这盘碟送你啊。不必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心领了。这次你帮刘天成摆脱追击的事情干得很漂亮，坐吧。我也有大意的时候，还好我及时破解了马基的病毒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份。云师彤身边还都不是小角色。明天我去告诉魏天乐，让刘天成给你做助手。我可不要马基的手下败将，他只会拖累我。你呀，也别太傲了。刘天成还是能帮你的，主要看你怎么用。好吧。现在给你一个新任务。你是说段飞吧？没错。我今晚会了会他。哦，结果如何？只是打了个照面。我总觉得留着这个段飞很危险。你放手去做吧，我信任你。谢谢你的信任，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。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当然不会。来，敬我们的合作。敬你的莫扎特。于总，你的咖啡。谢谢。志明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为红顶电子商务系统的手机 APP 做了一套宣传方案，今天呢，拿给于总看一下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啊？对啊。我最近对电子商务系统 APP 做了一些调研，我觉得有必要单独为它做一套完整的推广方案。这套方案确实有不少亮点。我回去之后会赶快完善一下，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云总，这好像是你第一次认可我。志明，起初你父亲把你安插在我的身边，我对你是非常抵触的。但是通过上次商场的事件之后，我发现你仿佛跟你父亲不太一样。你给我提出来的很多方案，我回去认真想了一下，确实对红顶有很大的帮助。谢谢云总了。既然我现在在红顶，就是其中的一员，我相信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集团变得更好的。这样，你和秦雪继续推动这个方案吧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合得来。云总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和秦雪只是普通的朋友。你不用向我解释，紧张什么？我还有事情。慢走。哎，志明。哎，秦助理。我上次跟你说的推广方案，我今天给云总说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觉得特别好。真的啊？我就说你只要好好的为红顶做事，他一定会发现的。恭喜你啊！云总他还说，让我们俩一起完善这个方案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不会，把这个给他们送过去。好的。
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文文，你先去忙。他是谁？秘书。秘书。要不我给你做秘书吧？为什么呀？这样我们就每天都能在一块儿了呀。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？想你呀，这么明显，你感受不到吗？现在谁放你进来的？我正大光明走进来的。算了，我是跟我妈一起来的。你妈？她怎么来了？我妈在跟你们高层的领导谈事情，所以你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陪本大小姐一块儿玩。你赶紧去找你妈，免得她有担心。那你就是不想陪我？我有工作，我在上班。那你也得陪我。不行。不准不行。如果你要是不陪我玩呢，我就出去跟人家说你非礼我。好啊，你去吧。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人相信你的话。宝贝。哎，段飞，你太讨厌了。我再也不理你了。苏总，你请。谢谢。苏总，应该我先去拜访您的，没想到您先来找我了。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红鼎集团的报道，那个商业项目我觉得挺不错的，所以过来聊聊。苏总，这真的是缘分啊！又叫苏总，都生分了。苏菲姐，我们这个计划才刚刚起步，如果能跟你们苏氏集团合作的话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这次来啊，带来了一份合作意向书，你看一下。我觉得在有些板块，咱们两家可以互补。好，那我先仔细看一下，然后给您具体答复。你这孩子怎么也不敲门啊？妈，怎么了，小雅？找段飞去了，人家不理他，生气了呗。林总，你就不能放段飞哥半天假吗？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放他半天假？小雅，别胡闹。妈，我呀就是想跟他学打架，跟他学个一招半式的，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了。女孩子打什么架？好了好了，我准了。真的？石彤，别理他。没事儿，反正段飞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忙。谢谢云总。妈，我走了。现在的孩子真是搞不懂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。